大家好，我是The Key 的 CEO Catherine。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我们的项目。The Key BDMI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这个 Foundation 是在2017年11月成立的Foundation 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说我们这家公司在国内的这家运营公司叫医保互联，它已经有将近4年的历史了。那之前跟政府进行很紧密的合作我们实际上做的是政府数据的这个社会化应用的这个业务那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政府的我们说不管是经办还是说为老百姓的这个个人生活的这个服务，很多方方面面都会用到我们说身份识别。那么在2017年11月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区块链技术融入到了以前的 IDV 的这个身份服务当中，我们叫做 BDMI 技术那我们现在的 Key 这家公司呢，实际上就是在利用 BDMI 技术来创造这个互联网端的不可抵赖不可篡改的这个身份识别服务，来彻底解决这个网络身份虚拟化的问题。IDV 它本身是一个名词，它实际上就是 Identity Verification 那我们说我们如何进行 IDV， 我们如何产生了不可抵赖、不可篡改的这个互联网端的 IDV？ 那我们用的是 BDMI 技术什么叫 BDMI 呢？是 Blockchain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Identification， 也就是说是基于区块链的动态多维身份认证就是跟 DMI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DMI 的基础上加了 Blockchain， 但它本身它有6大要素。我们说第一，它是基于国家大数据的，那我们应用的所有的这个身份识别的这个数据都是政府数据库里经过验证的真实可靠的数据。第二，我们是以生物学特征为依据，那我们使用这个人脸、指纹、指静脉来验证你的身份第三个是我们使用实时更新的数据，我们在每一次做身份认证的时候，我们都会实时的接入政府数据库从政府数据库里拿来实时更新的数据，所以它的结果是更可靠、更准确的。第4点呢，就是说我们是全面的收集跟他身份相关的数据，比如说你去一个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除了收集他的身份信息，我们还要把他的这个医疗健康档案的信息也收集上来，以便于他完整的完成这一次服务。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做事后的审计我们说不管我们应用多么先进的技术，实际上这种欺骗和欺诈行为永远是存在的。那么我们采用的这个技术呢，就是说我们做事后的 audit所以说我们说 BDMI 我们这个6大特性使得这6大特性一定要 work together。发布白皮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连通了就是全中国66个城市2.1亿人实时的政府数据那我们说在这个白皮书到现在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现在又连通了将近2个省大概有10几个城市。那么我们今年的计划呢，是要连通全中国150个城市，大概6.1亿人的这个实时的数据。如果是150个城市的话，那我们已经覆盖了全中国的一半了。商业的这个医疗保险公司能够在线实时购买医疗保险，然后实时进行核保理赔这一系列的我们说一体化的这个服务那它这个商业保险公司支付的同时，我们说移动端的我们政府的基本医疗保险也同时都支付了。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个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去医院，不用拿医保卡，不用拿任何卡片，从头到尾就诊都在手机上完成。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在银行的征信我们说现在有很多小额微贷公司，那他当给个人贷款的时候，基于政府数据，我们背后的这身份认证能够也是线上无纸化的，很快的会放贷，我们叫小额微贷我们这个是为银行，目的是更方便的，就是说如何把政府数据 release 给社会，为个人的方方面面去服务。现在呢 The Key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努力，在中国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广州、嘉兴以及开封还有黑龙江各地都陆续的使用了我们的 Key 的一些身份识别的这种 IDV 的引擎。IDV 引擎呢也突破了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环节，可以应用到这个
广泛的这个应用领域，例如说移动医保支付领域，还有养老生存认证领域，还有一些常见的我们一些养老金的这种领取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头的 Key 的这个技术都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这个进步。然后我们的这个技术呢，也通过这个多方面的这种手段，结合一些典型的业务场景，发展的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吧。特别是在人脸识别技术、活体识别技术以及多维身份识别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这种进展。那其实 The Key 的这种运营优势也是非常的突出，这些呢是有很多的运营专家在支持 The Key 去做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The Key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团队、技术构架，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完善的，也有以上所述的几点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和其他团队的一些优势吧。整个生态系统里其实有三方的参与者，一个是 individual，一个是 individual users， 一个是 service provider， 另外一个是 validator。那典型的场景是个人先到 service provider 去享受它的服务，享受服务就必定要先做 IDV。那这时候 service provider 就会找到我们说的 key， 我们是 validator 去向我们去要来一个不可篡改的这个不可抵赖的这个身份认证结果 IDV 服务。当我们把这个 IDV 服务返回给这个 service provider 的时候，这时候 service provider 要向我付 token。那就是说，个人到 service provider 他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他也可以付 token 这是一方面。然后比如说他付了10个 token， 那这个时候 service provider 可能会拿出1个 token 到我的 validator 去来请求我的 IDV 服务。所有的 service provider 它都有积分，我们把这个积分都可以跟 TKY 去进行交换。然后 TKY 又可以跟法币进行交换，那实际上背后的含义呢，就相当于把它的积分换成了钱了。如果我们说这个项目我们要向全世界去扩展的话，那么亚洲一定是我们的第一站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跟很多除了中国以外的这个亚洲的国家开始接触，也大概有了一些很确切的结果我会很快跟大家分享啊。